王双，我有很严肃的话题要跟你讲一下。我这点真的是因为太爱你，才没有说心里的这话。以后你再也不许偷看我手机的短信了，再也不许偷偷上我的 QQ 号看记录，听到了没有？还有你妈不愿意我们在一起那件事儿，我希望你自己去解决，知道了没有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我要如何对你说出心里话？据说你很多心里话不敢跟他说，是吧？对，我感觉有时候他不给我留着和私人空间呢，是这个。难怪你说要在中国压力很大。你接下来就把你的女朋友请出来，来，我们有请小王，有请。26岁的小王来自河北，是一位专卖店的店长，来，有请。知道吧？你好。这是你男友？对啊，现在有很多话想跟他说，我特别生气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我想问一句，你爱我吗？对啊，这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？如果结婚的话，我们就不用来到这里了。我妈妈也不会来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来你爱我，证明我要跟我结婚的，为什么不给我安全感？我需要一点的时间呢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毕竟我还是一个留学生而已，然后我需要毕业之后就是有更多的工作经验呢，才能。可是我觉得你要爱我，要跟我结婚才是证明啊！我妈妈也会放心呀。你爱我吗？你现在回答你爱我吗？我可以肯定的，我非常爱你。可是我觉得结婚和爱情是两件事儿。看吧，他就是这个态度，他不愿意跟我结婚，不愿意给我安全感。我本身真的特别害怕，因为法国的男人很浪漫，大家都知道。他每天要跟很多人聊 QQ， 然后约会，出去喝咖啡。然后我一天下班回来以后，他跟谁约会啊？他很多啊，比如说他的同学，然后他现在是那个兼职的老师，还有他的学生，大部分都是女孩子。我每天下班回家，本身已经很累了，然后我要看他跟别人聊天。我特别不舒服，所以我没有安全感。他这样，你干嘛非要跟他结婚呢？我们俩的感情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因为我们俩在网上认识，差不多快2年半了，已经在网上是1年。你们俩在网上认识的？对。网聊啊？对。他的中文能给你网聊啊？对，他当时的中文还不错。我甚至没有察觉他是法国人。最开始我们没有视频的时候。当时我在法国打算呢来这里留学，我加他的时候，我就是感觉他挺可爱的，非常有幽默的，然后时间长，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他的。什么时候确立的男女朋友的关系呢？应该在网上聊了8个月以后，他跟我说我们交朋友吧，我会选择在中国留学。当时特别感动，我说好，我说你要选择为了我来中国，我绝对会跟你交往的。我觉得他带着真诚过来的。然后就来了，到中国来学中文来了。本身是学中文，然后选择了西班牙语。你到中国来学西班牙语，这确实还真是为了这位姑娘啊。来的时候我们是在北京机场见的面，唯一的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有点瘦。我对你的第一个印象，我在机场看到你的时候，之前我们视频的时候，我只看到你的头像。来中国的时候，我没想到他那么丰满的，然后我感觉他的长相完全不是我脑中那种最理想的。不过这个你看他用词用的非常好，他说你是那么的丰满。他就是说我胖啊，他现在每天都让我减肥，要求我一定要学法语，不学法语不减肥，然后就不结婚。法语可以学。学一门语言多好！太难了。爱情力量很伟大，要学。关键的是，可是我看了半个小时，你特别懒惰。不是我让你学法语，是为了让你监视他的 QQ 和手机短信。明白了。你要不然他发法语的，你不是傻了吗？是啊。说说你们的重点和困难吧。困难是他很花心，是吧？也不是很花心，就是他太热情了。说实话，我是看过他的那些记录。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他对每个女孩都说我喜欢你。比如说我们出去一起逛街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看这个女孩漂亮吗？”说还不错呀。他说：“那你先回家吧。”他就是这样的。那他干嘛去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就是这样说。然后我当时特别气愤，我就打他。他都这样了，你干嘛非要死乞白赖的嫁给他呀，姑娘？怎么说呢？我曾经试着想分手过，但是我觉得我发现分手以后，我特别的痛苦就是我家里边的行李箱打好包了，已经，我要离开。
当我拎着箱子走的时候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我东西已经收拾走了，我说我再也不跟你在一起，我太累了。我走了以后，到火车站的时候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求我说：“宝贝，回来吧，我不能没有你。”其实我在等他那个电话，我心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在期待他那个电话，就是无法放弃，割舍不了，可能是有一种依赖，我也不太确定。我承认呢，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时候吵架有不同的。你这么说吧，他就觉得你娶了她，她安全。你不跟他结婚，他会很痛苦。在法国结婚呢，不算是没有价值。很多人呢，随便结婚的，认识了3个月，可是你爱我吗？3个月之后感觉你爱我吗？我问你，现在你爱我吗？对啊。那你爱我，你为了让我有安全感，会愿意跟我结婚吗？结婚呢，能保证又能保证什么？最起码我是安心的。我现在在中间特别难受，真的。你考虑到我的感受，我特别难受。一方面是你，一方是我爸爸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把他母亲请来了，还有他妹妹，我们问问他们的意见，你听听啊。来，有请。他们俩人是从网上认识的，一开始我就没有同意。他是一个属于欧洲国家的人，我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。啊，不同意，不同意。马修哥哥，在我心里，他早已经是我姐夫了。因为他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非常快乐，他能够接受我们，我们也能接受他们。我觉得你们俩呀，都挺笨的，其实。你想跟他结婚啊？对啊。你带你妈过来也跟他急，这能成吗？这只能让这个小伙子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你同样也挺笨的，你带着谁帮你说话？一个漂亮小妹妹。对啊，我非常感谢他的，因为我很感谢他的支持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其他家人交往1年多了，他没有给我闺女一个正确的答复，也没有给我家人一个。您要什么答复？他没有确立说娶我闺女，所以说我不愿意他们2个人在一起。我听明白了。哎，您这样吧，您先问问您姑娘的意见。姑娘自己嫁不嫁呀？如果他要是愿意跟我结婚，我就愿意和他在一起。他们俩要结婚的话，你还反对吗？如果他愿意留在中国，我可以让步。行，您休息好吧？谢谢主持人。谢，态度我们知道了啊。哎呀，你的丈母娘可够厉害的。你父母他们的意见是？他们没有直接交流，不过他们视频过。他们的意见没有什么意见，只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开心呢。对呀，你都说了，他们没有意见的。不过我自己的母亲还说了，只是她希望我们在一起更长的时间呢，才能100%确定的不会出任何事情。我觉得，你现在犯一个错误。什么错误？你最不可能成功的办法，就是逼他。那我要怎么做呀？问他，他成了。你们当时是你们谈了几年之后结的？结婚是4年，可是我采取他这个行为是差不多1年的时候，他比他聪明多了。你也逼过婚是吧？类似。他是怎么做的呢？在一起1年的时候，我是说想稳定下来，就是像他一样要一个承诺，你以后想不想跟我结婚？他特别聪明，他说我想了一个晚上，大概说我想以后想跟你结婚，你说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。女孩踏实了，不想结了，我4年以后才结的。就要一个承诺，看你是不是真心的、认真的。我觉得我是真心的，我觉得曾经我只问你是真心的吗？你看着我说是真心爱我吗？对啊，我感觉你在我身边呢，这是一种福气。然后我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，不论是在中国或者法国，我们总会有办法解决。我觉得。那怎么样说服我妈妈呀？你得让她安心我。我完全的可以答应，我觉得考虑订婚。如果他说他现在暂时绝对不跟你结婚的话，你能离开他吗？能离开吗？他不同意你离开吗？没有办法。就是，他不同意也是没办法离开，那只能你鼓励。我觉得我已经
做的还可以了，我只是想让家里安心。其实我对这个倒是无所谓的，但是家里一直逼我每天都有那种声音在跟我说话，就是有很大的压力跟他在一起。小王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你没安全感。有一点儿。你怕他跑是吧？你想拿一张纸把他拴住，你听听那3个男人有一些什么意见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李老师。小王着急结婚，也包括我在日常咨询过程当中，很多的这个恋爱当中的人出现了问题，他们希望尽快进入到婚姻当中呢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结婚是恋爱正常的一个结果，水到渠成，而不是把结婚当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手段，这样的话会把问题隐藏起来，最后形成一个定时炸弹，在未来可能伤害更大。这个问题在哪儿？你想一想，你们俩之间的这种文化和习惯还不能完全接纳。在我的想法看来，你们恰不应该尽快进入结婚，而需要更多的磨合，还对你未来的一生是负责任的一种做法。而另外一个呢，结了我也想跟你讲哈，你可能说还有没有完全做最终一个结婚的决定，但是你可以给他一个承诺，说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考虑，或者多长时间我订婚，有个时间段。你的女朋友就是她需要你口头的承诺，你的浪漫行为还不能足以让她内心踏实，你需要用更多的语言告诉她你是爱她的。可是老师，他老跟其他女孩聊天聊到很晚呢。我们就是在网上认识的他，我不敢肯定他跟别人聊天就不会产生那个其他的感觉呀。你顾虑太多了，你太焦急，你。不过杰乐也说一下你就像你有忧郁症了。你是女朋友今天已经强烈跟你提出来，你的这些习惯不能接纳，那你就尽量的避免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结婚它不是一个解决方式，它是一个结果。所以你的目的不应该是让他跟你结婚，是应该让他爱你一辈子。如果他能爱你一辈子，那结婚自然会发生。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。现在已经不能想象一个没有网络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。作为中国人，很难理解一个男人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和一段网恋，不远万里从法国来到中国。而作为一个法国人，也很难理解中国女人所要求的婚姻归属感。刚才讨论到结婚和爱的问题，曹操说那张纸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是的。其实今天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文化观念不同。杰勒他并不等同于一些男人，他们打着负责任的名义去不负责任，他不是想骗人，他要的是当下的幸福，他要的是一辈子的承诺。其实这两方面并不矛盾，表面上看上去，在一生的承诺面前，当下的幸福更为可靠。但是如果连一个承诺都不敢给，这种幸福能走多远呢？我可以承诺我们会结婚的，不过我不能保证哪个时间。那大概有个时间吧。我觉得结婚的事儿本来也就是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负担，可以承诺我会和你结婚的。我打断一下好吧？我看着其实心里挺不舒服的，真的，我替你们两个人都不舒服。就是一老外不远万里为一姑娘来到了中国，中文又不好。妈妈也是那么对人不友善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可以很多问题可以谈。站在你的角度，我就更不舒服。我们即使是爱也还有尊严吧，我们不能乞求吧？对。我们需要幸福，但是我们的幸福是因为他爱我们，在平等的基础上得来的吧？对。我们怕什么呢？如果你没有这种信息，你干嘛跟一个浪漫的法国老外谈恋爱呢？对不对？就是你不能爱的没有尊严吧？还有你爱他吗？你告诉我。对啊，我爱他，我会尽量的适应呢他们家人的思想，然后我会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。好，其实很简单，他和他的家人只要一个承诺。对。小伙子，你还有问题问他吗？你觉得我们结婚了之后，你打算呢一直在中国，还是你要是有一天呢我想回国或者去另一个国家，你会跟着我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真的在一起结婚的话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
他问这个话的时候，说明他挺真的。行了，一起进入黄金6。我非常高兴这几年我和你在一起，我非常感谢你所有的帮助，我感觉你有很多的优点。我要是没有你，我觉得我在这儿的生活会完全不会是这个样子的，而且我非常感动，因为我觉得要是你不爱我的话，你就早点呢就走了，因为我也知道你并不是很容易和我在一起相处的。我保证我们呢会结婚，然后只要你相信我，我们会过很幸福的日子。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。宝贝，我真的爱你，是真的。如果我不会再求你跟我结婚，肯定的。可是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，真心的，你爱我吗？我很爱你，我觉得我每天早上我起来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很幸福，感觉我也非常有安全感和你在一起，而且我觉得每次我所有的欢乐，我所有的悲哀，我都会就是倾诉的告诉你。这个我越来越能确定了。妈妈，别逼我了，我爱他。你才是傻子。姑娘不要哭了啊！妈妈很爱你啊！我知道。妈妈希望你幸福啊！马修，接受我。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他，你要像中国男人一样，对他负责到底，负责一辈子。我教您一句话啊，这才是天下父母应该跟待嫁的女儿说的话，那才是最温暖的。你如果认为幸福，你就追求你的幸福。一旦有一天你遇到了生活的不幸或者坎坷，家里永远欢迎你，等着你，其他的事还管他干嘛呀？对不对？对，他们幸福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你也哭了哈，得把眼泪擦了吧。其实有这么一个女婿，你也挺高兴，你就是希望他们能好。是。他们要订婚，您祝福吗？祝福。你把定吗？我觉得我同意了，现在。您下次懵了，我都不会。您这第三者带的哈。那你上不节目。来吧，站中间吧。来，小朋友们。哎呀。这个送给我，谢谢你。那个给那个叔叔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好漂亮。想清楚了吗，兄弟？我明白了。我只是之前我不太理解中国的文化，我感觉在法国这种事是很放松的。我理解在中国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不会再耽误、再拖延时间了。我感觉。你看，你好好跟他说多好。你觉得幸福吗？幸福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。来。one period, then you said. 跪过吗？换一个脚吧。你看我让你减肥，现在你们老师的眼睛里都减肥了。太高挑了。小心点吧，先，然后再给你买新的戒指吧。谢谢。亮灯吧，这是什么？协力啊送给你们的订婚礼盒。谢谢。拿着呗。谢谢。太幸福了，我是最幸福的。谢谢。谢谢大家。等一下，马修啊，这个节目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女孩子比男孩子看起来重的时候，我是说看起来重的时候，所以老师在你们订婚的时候有一个要求，就是预演一下，你要把你的新娘要从这个舞台抱下去，就是这样抱，抱下去，好吧。我比他做好多。要不我背着他吧？不行，要抱，背是猪八戒才背媳妇儿呢，要抱。行。这边。